往事根本無對錯，為何要我來回解釋這麼多？逃避一些影像如沒發生過，讓我暗黑中離了座。你沒身份來判我，全忘對錯，全憑遍集野的禍。誰在主宰黑白？誰人罪惡更多？填着我悲歡因果，究竟為何？时间刚刚好。你觉得刚刚好是因为我等你，而不是你等我。干嘛这么斤斤计较，跟小孩一样？看你每天骑2轮的，让你开一次4轮的，别撞到啊！去超级市场采购已经在当苦力，现在还要我当司机，有没有搞错啊你？我要趁在车上的时间再研究一下这些资料。你的报告写完了 ，case 已经跟你没关系了，还要研究些什么呢？像你这种只关心哪天发工资的人，是不会懂我这种好学不倦、不断寻求真相的人。我希望你能听懂我说的。你叫我派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我看还有时间，就来这边破个案子。你这个是我上次撞到人的那份报告。你不是说撞到方家辉的老婆吗？但是方家辉的老婆不承认这件事，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。事发当天，他曾经来过这里，明不明白啊？这里有什么特别的？只有方家辉之前的老房子。看我的东西，有没有问过我？没看。你隐瞒了什么？隐瞒什么？你说你骑车的时候，因为走神，没看到那个女人走出来。你为什么会走神呢？走神就走神了，还需要理由的吗？倒也是。喂，你有东西落我这儿了，哪天有空过来拿。你想约我就直说，这么老土啊？是不是借口你来了就知道了？你这么说就是不能拒绝了？你拒绝我不一定会有损失，但是可能会后悔。这么有趣？我今天有点忙，明天吧，明天好吗？我再打给你，拜拜。什么事啊，嫂？你真觉得有必要用这种态度对我吗？那你想我用什么态度呢？刚才你心情明明是很不错的。
找我什么事？那天你在大西街不是跟一辆车撞上了吗？是啊，你不是让我自己解决吗？当时我有问你有没有特别的情况，我当时不是回答你没有？我只是想问清楚细节。我现在是不是一定要回答你？倒也不是。那要不用老规矩决定？女生里面，你车技算是不错的。女生里面，我好像比你们都快啊。你比我快是因为我让着你。刚才在那个弯，我不减速的话，你早撞了。你这么漂亮，脸上留疤就不好了，不然我要养你一辈子啊。你是不是在夸我啊？怎么不走啊？还想再玩一圈啊？你们先走，我再待一会儿。他们全都走了。你在等我？
你的车技没怎么进步，是不是又想说怕我脸上留疤，所以让着我？今天呢，不是因为这个。那今天你又想到了什么借口？因为我是警察。其他人说这句话，听起来更冠冕堂皇，但是你说出来，就是觉得特别刺耳。你可能不信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你走了之后，我真的有重新做人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辛永熙了。已经10年了，我没兴趣知道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你不一样，已经不是以前的长啸了。人的记忆并不是那么可靠，很多时候都是经过美化的幻想。如果可以美化就好了，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生自己的气。我真的没兴趣再提以前的事，而且我也不会吃回头草。以后别见了。长啸，我赶时间 ，Sir。你那天到底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？你输了，没资格问。今天你车上那些货，不等着你去送吗？今天有鸡翅、牛排、猪排、贡丸、鱼蛋，已经让伙计去送啦。哼，那你可以好好品尝这杯咖啡了。真的跟平时的冰咖啡有点不同。你平时喝的应该是用热水冲泡，再放冰箱或者加冰块，而这种冰滴咖啡没有经过加热，所以没有溶解酸性物质，喝起来没有苦涩味。那泡一壶要多久啊？几个小时，然后再冰2、3天，味道是最好的。你不会因为要请我喝这杯咖啡而准备了几天吧？我觉得任何东西都应该有被欣赏的价值，我不希望破坏你对它的第一印象。恭喜你成功了。Thank you。不过你说我不一定有损失，但是可能会后悔的，应该不是他哦。你真以为我找个借口骗你过来？在你送来的小艇上找到的。这个不是我的。但我觉得应该交给你，由你来处理。那天送完冰冻肉之后，就帮你送货喽。里面是一份很重要的法律文件。你那天到底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？
想到是谁的了？是谁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应该交给谁处理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先走了。没错，文件这么重要，丢了的人肯定很着急。后悔呢就不会，不过有点损失，不能好好的享受你的咖啡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拜。秦有希，你应该是在找这个。这什么？你遇到我那天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掉进我的货里，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，拿来还给你。你特地拿来给我的？你别乱想啊，刚好路过附近，才顺便拿来警署的。嗯哼。以后别找我。要不然一起吃啊？我听他们说啊，最威风的那个就是你了。还有隔壁组那个。欧阳嫂啊！哇！干嘛非要挤过来呢？我们陪你吃饭不好吗？喂，第一，你不用自己一个人吃吗？第二，你一个人霸占一张桌子，多碍眼呐！第三，那边那桌看起来不太友善。欧阳 Sir， 嘘，吃饭。欧阳，哎，卢 Sir，一个人，介不介意我坐下？坐。你依然还是这么喜欢吃烧腊饭？我记得当年在警察学校，你每个星期呢要吃3次烧腊饭，我们也算相识于微时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对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，我可以毫无顾虑的跟你说我的心里话。OK， 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也跟你说点心里话。我来到东九，发现这边食堂的老板不知所谓。你看他们那桌，那些女同事吃的双拼饭，每一块都是好肉。拜托你再看看我这份，每一块都是碎的，跟掉在地上捡起来的一样。我真的很想揍那个老板。他走过来了。两位 Sir， 烧腊味道还行吧？你自己看。哎，味道一流。慢慢吃啊。好，谢谢马老板。我饱了，你慢慢吃。哎，欧阳，再多聊一会儿。多聊一会儿也不用拽这么紧啊，都皱了，大哥。Sorry。你不会真的想跟我聊心里话吧？其实呢，我想问，你跟麦登徐是不是很熟？明白。同学，别跟我玩这一套，又拼桌又搭讪，还说相识于微时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泡。哎，不是，我只不过呢是想深入了解女童，我是想深入了解其他同事，那么以后合作的时候才会更加有默契 ，right？ 同学，你千万不要被那位同事的漂亮外表欺骗呐，特别是她的腿呀。
其实，他是一个爱抓男同事把柄，然后再要挟男同事满足他要求的女人。那大家听好了，马上给那些毒贩洗剪吹，拿头发、指甲、衣物去做化验，然后起诉干活。Yes, sir。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有个重案组的 madam 呢，要我把案子的证人交给他。我想请你帮我拒绝，但是不管他说什么我私人的事情呢，你都不要管不要理，听到当听不到。干嘛？跟他有什么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帮我拒绝他就行了。没时间，我代表他。Madam， 你要求我们把手上的污点证人交给你处理？他是为了逃避其他罪行，才假装答应你们当证人。他跟你们说的话是夸大其词，根本不可信。这些文件可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。不用，我相信你。我也有留意这个 case， 我认同你的看法，我会再跟 Man 商量商量。Thank you。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，我认识 Man 这么久，以他的个性，如果他不愿意，会当面直截了当对你说不。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私人的？没有，他躲我，是因为我对他说了一句话。就因为一句话躲你？你知不知道警务人员在执勤期间遗失配枪是很严重的事？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其实前天我已经找过你同事，但是他一直躲着我。后来我在无障碍卫生间里发现了他的配枪，所以这把枪成了你的筹码。枪我会私底下还给他，这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当然，我会继续我的要求。你说 Madam 徐要挟别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啊，还是改天慢慢告诉你。这么复杂吗？我有时间呀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。卢 Sir， 欧阳 Sir， 找到关键证物了。Good， 卢 Sir， 有时间再慢慢告诉你关于那个邪恶女人的事。在我没彻底了解来龙去脉之前，我是不会随便下判断。哪个邪恶女人呢？卢 Sir 已经够烦了，我们做正经事。再约啊 ，OK， 拜 Sir， 拜拜。卢 Sir， 卢 Sir， 卢 Sir， 嗨 Sir， 你跟欧阳 Sir 很熟吗？感觉聊得很开心。我没有很开心啊，他把我美好的幻想摧毁了。摧毁了什么？摧毁了！哇，那个欧阳 Sir 随便说几句就让卢 Sir 这样，看来欧阳 Sir 真的很难应付。唉，为什么我们的心头是这样的？就是啊，唉。Madam， 方太太来了。方太太，你找我有事？我没有约你。有一位欧阳 Sir 说你让我来一趟。Madam， 不好意思啊，
既要拿文件，又要签收，还要等电梯，所以晚了一点。欧阳 Sir，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份文件是我特地拿来给你的。我知道你看完之后呢，也会约方太太过来，所以我就决定帮你通知方太太。周易，帮我送方太太出去。哎，等等，欧阳聪。Madam， 既然方太太已经来了，就别浪费了。我知道方太太你站久了很容易累。Madam Sir。哎，既然钱小姐也来了，那太好了。Madam， 没错，也是我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钱小姐，你也很容易累，坐。既然都到了，那我就开始了。欧阳 Sir， 你要记住，你要对你之后说的话负责。谢谢 Madam， 温馨提示。很多人都自以为是，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叫做爱情，其实真正知道爱情是什么的人只有极少数。就跟这个案子一样，一般人看来只是一出夫人斗小三的肥皂剧，但是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我去了方家辉还没红的时候住的老房子，大厦保安很热情，他跟我聊了很多。他说方家辉跟方太太结婚之后也是住在这里，当时他们两个每天出双入对，非常恩爱。方家辉红了之后，虽然还是有留着之前住的老房子，但是跟方太太搬到了一间更大的房子里，后来还越搬越大，越搬越好。但那之后呢，你们两个聚少离多，感情也出了问题。但是这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的病。Madam， 你手上那份报告可以证明方太太患有红斑狼疮，因为红斑狼疮是会影响生育的，所以方太太，你总觉得你老公会嫌弃你，你们两个之间慢慢有了芥蒂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方家辉认识了钱玛丽，让一个男人为了小三跟结婚20多年的老婆离婚，可想而知方家辉当时的压力有多大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选择搬回老房子一个人住，不想见任何人。家辉他心软啊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这份呢是家辉的遗嘱，家辉对我是真心的，他的遗嘱里写了所有财产都留给我。他这么做是因为你怀孕了，但是他也知道你有去做亲子鉴定。家辉有跟我说过，他怀疑你外面有别的男人。当时我们在谈结婚的事，每天都吵架，所以我约了几个姐妹去别的地方玩几天，但一回来他就怀疑小孩不是他的，我才去做亲子鉴定。一个50几岁的男人跟20几岁的女孩在一起，男人的确很难相信女孩会跟自己走到最后。爱情需要通过验证，是一件最可悲的事情。就算家辉在外面犯了错，最后还是选择回家。家辉知道老婆原谅了自己，他开始醒悟，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。第2份遗嘱就在这个时候出现。什么？家辉立了第2份遗嘱？而亲子鉴定报告也在这个时候出来了。
结果显示，钱小姐的小孩是方家辉的。干脆由你来说好不好 ？Sorry, sir。欧阳 Sir。Madam， 不用急，来了。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2个难以取舍的女人。当时的方家辉觉得很烦，烦到做什么都魂不守舍。又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生交通意外。意外发生之后，方太太回到了老房子，收走第2份遗嘱，但是离开的时候匆匆忙忙，还差点被我们交通部的同事秦永熙撞到。他的文件袋不小心掉到了山坡底下，而正巧山坡下的马路上停了一辆载有小艇的车，那个文件袋掉到了小艇里。方太太，你否认去过事发现场，因为你知道红斑狼疮会导致血液变异，血型也会改变，所以就算你在现场留下血迹，也不一定能做比对鉴定。你鬼鬼祟祟跑去偷遗嘱，证明你心虚啊！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家辉他心里在想什么。Madam， 我今天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，还满意吗？如果满意，那么现在揭晓，看看遗嘱怎么写的吧。让我来。这份遗嘱的其他细节应该要留给律师宣布。我觉得我只需要说明一件事：方家辉先生的意愿是不做生命维持治疗，并且希望方太太依照这份遗嘱执行。走了。敢问这世上还有什么人会像我这样，这么有气场，这么完美的分析一件案件呢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细节呢？又怎么能把这些细节串到一起呢？因为我是欧阳聪。欧阳聪，有没有听到？这女人的声音，把欧阳聪这名字的智慧叫出来了。Madam，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谢谢我吗？不必了。不过请你记住，我又帮了你一个忙。第一，你不是帮了我的忙，你只是借我的地方进行你的表演。第二，你完全没考虑我2位当事人的感受。Madam， 破案不是应该凌驾于一切乱七八糟的顾虑之上吗？他们一个是病人，一个是孕妇啊。Of course， 所以他们一进来，我就请他们坐下。欧阳聪，你是聪明，谢谢，但是也弥补不了你完全没有同理心，冷血。你听到他说的那些话了？他说你冷血。你怎么看？哦，这事呢，我肯定支持你。说你冷血呢，的确是严重了一点。不过同理心就，同理心啊，你懂吗？同理心 （empathy） 也可以称为换位思考，是把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去理解和感受对方所经历的事情。这是一种能力，但是你没有。同理心
将心比心嘛，简简单单就行了，说这么复杂。你要这么说也行。啊，Madam 真厉害。案子是我破的，他厉害，厉害在哪里呀？他厉害的地方就在没有被你的个人表演所蒙蔽，还能很清楚地指出你的问题所在呀。我有空呢要跟 Madam 学习学习啊，不对，没空也要学习学习。这里没人吧？吃什么？玉米肉丁饭，冰柠檬茶少糖，谢谢。哎，等等，帮我改成茶餐。都下单了还改？便宜6块钱嘛。方家辉太太在律师陪同下有话要对媒体说，我们去现场看看。方太太，听说方家辉先生选择了安乐死，为什么？请回应一下。我身为方家辉的太太，我有责任完成他最后的愿望，让他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，让他在大家心里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。我们会永远怀念他。方太太，戴律师，那方家辉的遗产会怎么分配？不好意思，不方便回应。在你送来的小艇上找到的文件这么重要，丢了的人肯定很着急。你又有东西落在我这儿，坏了的地方我已经修好了，不过手艺不算太好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杨先生这边。杨先生，我们下次见。好的。喂，常小姐在那边。OK， 常小姐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好。戴先生，常小姐到了。嗨。嗨。把手链还给你。谢谢。我刚才看电视呢，发现原来你是方家辉太太的律师。我想问，那份遗嘱……方太太跟我提过，方先生立了新遗嘱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会去偷，所以在小艇里发现的那份遗嘱我也挺意外。他为什么要偷？他先生跟他提到过遗嘱的内容，但是他一直没有亲眼看过遗嘱。她没有亲眼看过遗嘱，所以她不确定她老公到底写了什么。直到事情发生之后，她才告诉我，她把遗嘱偷出来了，还没来得及看，就差点被摩托车撞到，把遗嘱弄丢了。哼，居然这么巧！你是觉得我没把遗嘱直接交给客户，而是交给你，有问题？直接还给方太太，不是既简单又能有好处吗？那作为一名律师，我绝对应该要依照既定程序去处理每一件事。既然情况是这样的，就算捡到遗嘱的人不是我，不管是谁，都应该把它交给你去处理，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做法。哼，那如果我是一个没责任感的人，把那份遗嘱到处乱扔，那怎么办？直觉告诉我你不是这种人。戴先生，客户已经在会议室等你。OK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开会。如果你想感谢我把手链还给你的话，那有时间请我吃饭，不老土了吧？在我
但正如情感的競賽，這種感覺為何像愛痛，但覺